所以当你拿到这个档案之后呢，请你直接拖移到已经安装好的 Fiji。另外一个就是要准备把你的档案全部都放在同一个资料夹之内。那我现在这里面放了总共有，就是我们从一开始到现在总共全部的4张的这个.lsm 的档案。那现在呢就只要按下执行。那第一个问题，他问你说你要分析的资料夹，你要分析的影像再放在哪个资料夹里面？那因为我现在把档案都放在 vacuum container 的这个资料夹里面，所以你就点击这个资料夹按选择，然后就开始去计算这个资料夹里面所有的影像，然后把就是 bacteria containing vacuum 给计算出来。那你的进度，就是它的分析进度，你是可以在这个 log data 看得到的。好，除了这边有个分析的这个 log 可以让你知道分析进度之外，我也重新再做了一个 table。这个 table 呢，就是让它计算的每一张影像的所有的数据都整理在一个表格之内，其中包含了档名，然后包含了这张影像总共算到了几颗细胞，这张影像带有多少的 vacuum， 然后呢，还有就是上次你们有提到说想要把 vacuum 周围的这个 LC3 的强度给计算出来，所以这个是整张影像当中的 LC3 它的这个周边的周边，就在 vacuum 周边的这一圈它的影像亮度。然后如果把这个影像的亮度呢除上到底有几个 vacuum 的话，就是把这个数字除上 vacuum 的 number， 就可以得到平均每个 vacuum 它的 LC3 的影像强度是多少。那所以在这个影像当中呢，如果说我们去看它的资料夹里面，除了它有原本的影像资料之外呢，它其实每一张档案都会多出这些中间的运算图。那这个是我们上次也有讲到的，就是你们希望可以再多增加的功能，也就是我们把 vacuum 的部分挑出来，先把 vacuum 挑出来。然后把这张影像调一下对比，调到 LC3 的那个 channel。这个是我们现在透过软体自动辨识帮我们找到的 vacuum 在哪里。那在这些 vacuum 呢，我们基本上就是把它的这个线圈的位置给挑出来之后，然后呢，让它去做原本的影像的叠合，那你就可以看到，我先调一下对比，让你们可以看得到影像。这个就是我们实际上在刚刚的那个 table 的栏位，这个栏位计算的就是你现在看到这张影像的整体亮度，也就是所有的 vacuum 周围的影像的亮度。好，那基本上这个版本应该就改到这边，如果有问题的话，那再跟我联络。